那是我的小女儿。你的小女儿是我的小师妹，你还有3个女儿要抱，墨儿交给我照顾就行。小师弟，你已经长大了，这么大的人了还要师兄抱着，成何体统？我也没让你抱着呀，二师兄也嫌弃我了，有了小师妹就不要小师弟了。哼，我也不要师兄了，有小师妹就够了。唉，算了，抢不到小师妹也得把小师弟带回去。白将军，家父让你去王府一趟，说有事找你。好，我先把孩子们送回去，就去王府。你还是直接去吧，带他们一起去便可。好，那现在就走。墨儿，你今年几岁啊？3岁，过了年就4岁了。那你喜欢跟着师傅学武功还是学医术啊？都喜欢呀，大师兄，我已经练出内力了哦。小师妹拜师才多久？满打满算还不满2个月吧？小师妹，你都还不认识字，如何跟师傅学医啊？应该先学认字。我已经认识很多很多字了呀，可以学医啦。认识很多很多字，不过女儿说的很多是多少？3个、5个，还是17、18个？就算一天学2个，2个月也不会超过200个。会这么几个字，如何学医？墨儿，谁教你认的字？父亲，是我的师傅和父王教的。父王？你叫谁父王？当然是我的父王了，她现在可是王府的8小姐，是我的8妹。所以女儿成了别人家的？小世子，七公子这话是何意？哦，父王和母妃收墨儿为义女。白将军，等去了王府，父王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王府门口，叶楚风和骆九婴早已等候多时。白俊红、齐风华和霍思雨上前行叩头礼。末将叩见王爷，属下叩见王爷。免礼。白将军随本王到书房一叙。末将遵旨。徒儿拜见师父。起来吧。小师妹，走，去后院。大师兄，去后院干嘛？去后院把你在睡梦中学会的拳法打一遍给我看看。去吧，你们几个臭小子都去。丫头的太极拳可不简单，尤其是雨儿，你给为师认认真真的学。是。叶楚风的书房里，他把收白千墨为义女的原因跟白俊红说了一遍。白俊红听完后处于呆滞状态，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老娘居然背着他对自己的妻儿下手。这是真的吗？母亲她怎么可以这样？墨儿可是她的亲孙女啊。难道你不清楚，你母亲一直想要的是孙子？她是经常唠叨让末将纳妾，给她生个孙子，只是末将一直不同意。所以他想要解决掉说话吐字不清的墨儿和你的夫人，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逼你续弦，继续给他生孙子。白将军，你可是个有福之人。墨儿天资聪颖，记忆力超强，不管是练武还是学医，他的天赋好到你无法想象。王爷，墨儿之前说话吐字不清，是骆大夫给他治好的吗？骆九婴好像没有给墨儿治疗过说话的问题啊，好像就是从嘴巴里受伤，说话就逐渐清晰了。难道是他自己治好的？他是如何做的？骆大夫好像没给他治疗，应该是他自己治疗的。他自己治疗？不可能，他以前从未接触过医术，就算跟骆大夫学习1个多月，也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治好。本王记得陈儿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说话还吐字不清，后来没过几天，他就说他不小心把嘴巴里弄伤了，还喝了几天的粥。那个时候他说话就逐渐清晰了，而且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拜骆大夫为师。白将军，墨儿的记忆力才是最让人惊讶的。本王教他认字，只需要教1遍，他就能全部记住，不但会读，还能写出来。
白将军，本王得提醒你一句，别好好的一个家，让老夫人给搅散了，到时候后悔莫及。多谢王爷提点。你回去吧，回去看看你的夫人。墨儿暂时留在王府，他要跟骆大夫学医，而且现在府上还有他正在治疗的病人。他正在治疗的病人，他还不满4岁，跟骆大夫也才1个多月的时间，他就能治疗病人了。要不是本王亲眼所见，本王也不敢相信。走吧，先去看看墨儿。王爷，今日让墨儿先和末将回家，明日再送他过来如何？可以，只要墨儿愿意和你回去，本王没意见。八小姐在哪儿？回王爷，八小姐在后院。叶楚风点了点头，带着白俊宏往后院走去。王府后院，白阡陌正教2位师兄练太极拳。见父王和父亲一起走来，白阡陌停止打拳，迈开小短腿冲向父亲。父亲，墨儿，父亲，墨儿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抱歉，墨儿，是父亲疏忽了，以后父亲一定会保护好你们4姐妹和你们的母亲。父亲，要不是师父和七哥救了我，我就真的见不到父亲了。父亲，你能不能给母亲和姐姐们重新买一所宅子，租也行，让他们远离老夫人，远离危险。我有银子是黄伯伯赏赐的，我拿给你买宅子。老夫人，墨儿居然不愿意叫祖母了，还希望一家人远离老夫人。墨儿心里的伤到底有多深啊？好，父亲答应你重新买一所宅子。父亲虽然没有多少积蓄，但买一所宅子还绰绰有余。白阡陌眼睛一亮，看向叶楚风，露出一抹胜利的微笑。将军府，白老夫人翘首以盼，只想早点见到她的儿子。然而儿子没等来，却等来了跟疯婆子一样的高雪芝。一见到白老夫人高雪芝，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表姑母，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欺负你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欺负你了？还能有谁？我今天去城门口迎接表哥，谁知表哥竟然纵容他的4个女儿打我，还把我头顶上的头发都给削了。以后我还怎么见人呢？雪芝，之前老身就告诉过你，这种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你怎么就是沉不住气呢？表姑母，我都20了，能不着急吗？要不是您承诺一定让我当上将军夫人，我能等到现在吗？可你也不能在今天这种场合去找俊宏啊！那几个小贱蹄子现在都不听老身的话，老身如何替你做主啊？表姑母，今日你必须给我个准话，我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可告诉你，我都20了，要不是你承诺，我早就成亲生子了。这辈子我要是嫁不出去，我绝不会善罢甘休。呀，你慌什么？俊宏又不是不出去，只要他再出去，老身就有办法除掉聂氏。还有那4个小贱蹄子，你也必须给我除掉。敢打我，那我就让他们统统消失。躲在暗处偷听的聂文静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死死地捏紧拳头，咬着下唇，不让自己发出一丁点声音。你说什么？你再给老身说一遍。高雪芝一愣，反应过来自己说的太过，暴露了自己的心思，立马变了一副表情。表姑母，你别生气，我只是在气头上，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表哥的女儿，我怎么可能会真的伤害他们呢？我要是真的伤害了表哥的孩子，表哥以后还能接受我吗？表姑母，我只是被他们打成这样，气得口不择言罢了，还请你谅解。哼，你要是真有本事，你自己去把孽使除掉啊！或者你自己想办，只要你和俊宏有了肌肤之亲，老身就能给你做主。高雪芝一听，眼睛瞬间亮了，她凑近白老夫人的耳朵，低声嘀咕了一阵。白老夫人嘴角开始上扬。好，老身这次亲自帮你，你要是能一次就怀上，并生下男孩，老身保证一定让你坐上将军夫人的位置。表姑母，药我已经准备好了，下药的事就交给你，我去房间里等着表哥。去洗漱收拾一下，就你现在这鬼样子，连老身看着都恶心。是。听完两人无耻的对话，聂文静她冷冷一笑，转身面无表情地出了将军府。真没见过这种母亲帮着外人算计自己的儿子。聂文静不清楚白俊宏去了摄政王府，他还以为他是进宫复命去了。他加快脚步往皇宫方向走去，或许是老天爷都在帮他。就在他经过皇宫和王府的岔路口时，刚好与白俊宏和4个女儿相遇。文静，你这是要去哪儿？出什么事儿了？我以为你进宫去了，正要去宫门口等你。俊宏，你今天不能回家。出了何事？俊宏，你相信我吗？你这话说的，你是我的妻子，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老夫人和她的表侄女正等在府里，准备给你下药。而且今天那个女人还说要除掉咱们的女儿。还真是我的好母亲啊。俊宏，现在该怎么办？走，咱们去找宅子，重新买一所宅子，咱们一家6口搬出来住。母亲，走吧，咱们一家人去逛逛，重新买一所宅子，哪怕宅子小一些，只要够我们一家人住就行。文静，对不起，是我的疏忽，让你这些年受委屈了。有你这句话，我就不委屈。真正受委屈的是墨儿，是我没保护好他。母亲，这不能怪您，你身体不适，是墨儿太笨，才会跟着老夫人出去。我的女儿才不笨，连王爷都夸你相当聪明。你之所以会跟你祖母走，是因为她是长辈，对她没有防备。白俊宏一家在外面找了一天的宅子，白老夫人和高雪芝也眼巴巴地盼了一整天。皇天不负有心人，还真让他们一家人找到了一处距离王府不远的一个小四合院。谈好价格后，决定明日付银子，并搬过来居住。一家人在外面吃过晚饭，才回将军府。白老夫人在门口焦急地来回踱步。就在白老夫人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见白俊宏一家6口有说有笑地往回走。白老夫人迎了上去：“红儿啊，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快进屋吃饭，为娘为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水晶肘子。”母亲，我们都吃过了，今晚也吃了水晶肘子，现在连水都喝不下一口了，您赶快去吃吧。母亲，我们都吃过了，今晚也吃了水晶肘子，现在连水都喝不下一口了，您赶快去吃吧。为娘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好菜，庆祝你回来，你不回来陪为娘，居然在外面吃，不行，再去陪为娘吃2口菜也行。白俊宏眼里有了一丝冷意，但他却隐藏得很好，没有让白老夫人看出来。母亲，我真吃不下了，连水都喝不进去了，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我真的很累，现在只想好好休息一下，您老人家就放过我吧。老夫人傻眼了，儿子今天太过反常，而且他能感觉得出来，儿子对他的态度虽然表面上依旧恭敬，
但发自内心的尊敬没有了。难道是聂氏跟他告状了？聂文静，你给老身等着，老身绝对不会放过。哎，红儿啊，你出去了2个多月，好不容易回来，就不能陪我说说话吗？啊，这你吃不下任何东西，陪我说说话也行啊。母亲，我真的很累，你要是真心疼儿子，等我休息好了再陪您说话行吗？白老夫人一顿，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她也只能装作心疼儿子的样子，眼睁睁地看着白俊宏回房。她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越想越不甘心，药都下了，怎么能不吃呢？这多浪费啊！可她又不能强行把儿子拖来，得好好想个办法才行。一直等着房间里的高雪芝从卧房里探出头来瞄了一眼，见老夫人自己回来，不见自己心心念念的伟岸身影，一张脸立马垮了下来。表姑母，怎么回事？表哥他人呢？唉，他说他累了，也不来吃饭，就回房去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老身也想知道该怎么办，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呀。今天他对老身的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白将军，奴才是吴管家，老夫人这回身子不舒服，您快去看看吧。知道了，你先过去，本将军随后就到。是。听着吴管家的脚步声越走越远，白清墨才开口说道：父亲，有猫腻。为父知道，刚才还好好的，这会儿就不舒服了，他只是想把为父骗过去。父亲，如果我猜的没错，老夫人并不在他的房间里，在他房间里的应该是那个高雪芝。那我去看看，我倒要看看那个女人和老夫人想玩什么把戏。母亲，您去确实最合适，可惜您和父亲的身高差距有点大，否则你还可以换上父亲的衣服。不用换，我现在过去看看。我陪你一起去吧，我在门口等你。我也去，怎么说我也是学医的，要是老夫人真的身体不舒服，说不定我还能帮上忙。聂文静点了点头，一家3口往老夫人的房间走去。将军，老夫人让您一个人进去，她说她只想见您。你是如何照顾老夫人的？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会就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你是如何照顾老夫人的？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会就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奴才不知，老夫人没说哪儿不舒服，只是让奴才去请您过来。文静，你先进去看看。将军，老夫人交代只让您一个人进去，夫人还是别进去了，免得惹老夫人不高兴。这下白俊宏更加笃定白老夫人不舒服是假，另有目的是真。白俊宏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怎么，本将军的夫人还不能去看望自己的婆婆？当然不是，只是老夫人交代过，她老人家不想见其他人。本将军不是来了吗？为何不能一起去看？管家不敢说老夫人的房间里藏着个女人，但他要是不阻止，如何向老夫人交代呢？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聂文静已经推开了老夫人的房门，房间里还摆着一桌子饭菜，看上去根本就没动过。卧房门开着，房间里的熏香味道散发了出来。白千墨皱了皱鼻子，从熏香的味道来判断，熏香里加了料。聂文静闻到熏香的味道，也皱起了眉头，抬脚往卧室里走去。此时的高雪芝已经蹬开被子，熏香的药效已经开始发作。只见她脸色通红，开始撕扯身上的衣服。听到有脚步声，高雪芝扭头看去，在熏香的作用下，她意乱情迷之下，已经把聂文静当成了白俊宏。表哥，你来了。看到这一幕，聂文静脸都黑了。老夫人为了孙子，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又联合外人用上了。
门口的白俊红听到女人的声音，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他冷冷地看了管家一眼，一个管家居然敢欺骗他。看来你是不想待在将军府了，立马收拾你的东西，滚出将军府。将军，奴才也只是听从老夫人的差遣，奴才并不知道房间里有别的女人啊。将军，错不在奴才啊，是老夫人安排的呀。哼，老夫人安排的，看来你是不清楚在将军府是谁供你吃喝，给你月礼，不清楚谁才是将军府的主子。那么听老夫人的话，本将军希望你以后还能继续听她的话。滚一边去！表哥，你快抱抱我！聂文静狠狠一巴掌扇在高雪芝的脸上，高雪芝一愣，一脸可怜兮兮的道：啊，表哥，你打我，你居然打我，你继续打死我算了。哇哦，还有这种要求？母亲，这种小小的要求，您不应该成全他吗？哼，好像是应该成全他。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那我就不客气了。聂文静左右开弓，对着高雪芝的脸就是一顿狂扇，扇巴掌不过瘾，还薅头发，秃顶再次露了出来，本就不多的头发又被聂文静薅了不少，这下恐怕想用农村包围城市，包住秃顶也做不到了。薅完头发又拳脚相加，噼里啪啦的一顿暴揍，打到没力气才停下来。本就鼻青脸肿的高雪芝，明天估计连她亲娘都认不出来。门口白俊红目瞪口呆，那个温柔贤惠的夫人哪儿去了？这真是我的夫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彪悍了？累死了。扭头看到目瞪口呆的白俊红，聂文静一怔，不会嫌弃我了吧？由于聂文静打人后呼吸急促，吸入了不少熏香，此时他的脸颊已经开始泛红。白千墨叫道：母亲，快出来，您不能长时间待在里面。啊，表哥，不要走，不要离开我。我打不动了呀，你放过我吧。聂文静用尽全身的力气，掰开了白雪芝的双手，以生平最快的速度逃离老夫人的卧房。隔壁房间偷听的白老夫人早就傻了、呆了、懵了，这下可如何是好？一旦吸入大量迷情熏香，就只有男人才能解毒，他的儿子根本就不上当，那雪芝岂不是必死无疑？完了，这下他闯大祸了，那可是一条人命，而且要是死在他的房间怎么办？回到房间里的聂文静开始意乱情迷，白千墨一看，赶紧带着3个姐姐离开母亲的房间，好让父亲为母亲解毒。翌日天刚破晓，一道惊天地泣鬼神的喊叫声响彻整个将军府。啊，吴管家，你个挨千刀的，老娘跟你拼了！听到叫喊声的白俊红赶紧起床，穿上衣服去查看情况。怎么回事？将军，您要为老奴做主呀！吴管家他不是人，他是禽兽，老奴以后还有何脸面见人呢？老奴可是有家室的人，都这把年纪了，让老奴怎么活呀？将军，奴才也是被逼无奈啊，老奴也没想到那水晶肘子里下了药啊。什么水晶肘子？昨天晚上老夫人让老奴热菜，并把水晶肘子扔了。吴管家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白俊红后背发凉，那就是他老娘为他准备的，幸好聂文静偷听到，否则中招的就是他了。李大娘，这事你想如何解决？将军，老奴也一把年纪了，要是闹到官府，老奴丢人没关系，可家人被连累那就是大问题。老奴也不甘心轻易放过吴管家，老奴要吴管家对老奴做出补偿。吴管家一听，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你想要我补偿你多少银子？
500两。什么？5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你都黄土埋半截了，还值500两吗？老娘年纪大怎么了？嫌老娘年纪大不值钱是吧？行啊，老娘不要你的补偿了，走，跟老娘去官府。李大娘，我错了，我混蛋，但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中了药，神志不清，才会做出如此畜生行径。我愿意补偿，可我没那么多银子呀，你行行好，放我一马行吗？哼，放你一马，那老娘怎么办？白白让你糟蹋吗？老娘是年纪大了，可也不是你想糟蹋就能糟蹋的。500两，少1两咱们就去见官。将军，您救救老奴啊！老奴真不是故意的，老奴也是中了药啊！吴管家，没人逼你吃那水晶肘子吧？老夫人都让你扔了，你居然还自己吃了，你让本将军如何救你啊？犯了错就得承担责任，得付出代价，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犯了错就得承担责任，得付出代价，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要么和李大娘协商赔偿，要么去官府解决。除了这种事，你总得给李大娘一个交代吧。李大娘，我求求你，100两行不行？我真的没那么多银子，100两我还得东拼西凑啊。100两你就想把老娘打发了？老娘是上了年纪，可那又如何？老娘一生清清白白做人，到了这个年纪被你侮辱，500两少1文钱都不行。出什么事儿啦？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老夫人，您救救老奴啊！老奴知错了，求老夫人开恩，救救老奴吧！到底出了何事？母亲，您来的正好。一直以来，府里的大小事都是您处理，今日这事儿，你也处理了吧？以后这府里的事儿，儿子都不会插手，您全权处理。到底什么事啊？您自个儿问您最信任的吴管家吧。孩儿还有事儿，就先离开了。说完，他转身离开。老夫人这次让他太心寒了，就算是自己的母亲，也该让他得到教训。就因为他的私心，差点害死莫尔，居然还不肯收手，不能再一味的包容他了，否则自己将失去最爱的妻子和4个女儿。白俊宏回到房间，聂文静和4个女儿已经开始收拾行李，只想快点离开，什么热闹都不想去看。一家6口收拾好行李，只带了聂文静的贴身丫鬟，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果断离开。红儿啊，为娘做错了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为娘啊？你走了，为娘可怎么办呢？老头子，你怎么就走得那么早呢？你赶快来把我带走吧，别留下我一个人呐！老姐，白老夫人，你少装疯卖傻，别以为你儿子是大将军，你们将军府下人糟蹋血脂的事情就可以不了了之。今日你必须给我个说法，否则我绝不会善罢甘休。出了那种事情，能怪老身吗？主意是他自己出的，药是他自己下的，老身只是帮他，他自己无能，还来怪老身。你们当老身好欺负是吧？哎呦，谁敢欺负你呀？你可是白将军的母亲，身份尊贵，高高在上，在整个京城有几个人敢惹你呀？可是老夫人，您可是亲口承诺让我家雪芝坐上将军夫人的位置，现在呢，将军夫人没做成，
你还让2个家丁把他给糟蹋了。哼，今日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就算是死，把你陪葬。老夫人，雪芝20岁未出嫁都是你害的，现在她被2个下人糟蹋也是你害的。要不是看在你是我表姐的份上，我就不会跟你说那么多废话了。说吧，这事你打算如何解决啊？你们还要不要脸啊？高雪芝勾引我儿子没成功，反倒失去了清白，现在来老身家里闹，有意思吗？啊！老身的儿子可是大将军，就算是纳妾，也不可能要一个不干净的女人。没了清白，还想赖着老身的儿子，门儿都没有。谁坏了他的清白，你们找谁去呀？哎，你们别忘了啊，老身的小孙女可是皇上亲封的5福郡主，她的义父可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想赖上将军府，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哼，白老夫人，你吓唬谁呢？你的小孙女是5福郡主没错，可她认你这个祖母吗？为了让我能嫁进白家给你生孙子，你可是亲自把你的小孙女骗到荒郊野岭，差点冻死。摄政王收她为义女的时候，你的小孙女可是亲口说了她没有祖母，你好像还被赶出了王府吧？那又如何？打断骨头连着筋，老身的小孙女说的只是一时的气话，她怎么可能不认老身这个祖母啊？那行，从现在起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不，就在这儿住下。我倒要看看皇上亲封的5福郡主会不会把他的义父找来护着你，包庇你。你们！白老夫人气得脑梗，高家人可不管白老夫人气成什么样，直接跑进去各自占了一个房间。高雪芝更是去了以往白俊宏和聂文静的房间。真的走了？生下白老夫人走了？不可能吧，白将军可是白老夫人的亲儿子呀。父亲母亲，咱们今天可是搬新家，不如晚上多准备点菜，叫父王他们一家一起过来热闹热闹。当然没问题。文静，你带着丫鬟和木儿他们一起去买些菜回来，我出去一趟，看看能不能买几个下人回来。咱们的新家虽然不算大，但还是需要多几个下人才行。好，你去吧，我带木儿他们去买菜就行。你早点回来，买不到合适的也没关系，以后遇到合适的再买。我先回王府一趟，告诉父王他们晚上过来吃饭。木儿，这事儿为父去更合适，你就跟你母亲买菜去就行。好吧，您别忘了还得邀请我的师傅。放心，忘不了。在新家住了一晚上，次日一大早，白千墨就回了王府，打了几遍太极拳之后，他和师傅去看了看司徒敏。司徒小姐姐，你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哦，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很快就能好的。我一定会按时吃药的，谢谢你，八小姐。八小姐，王妃娘娘让您过去一趟。好，我知道了。母妃有说是有何事吗？王妃娘娘没说，不过娘娘看上去很开心。那应该是有好事。师傅，徒儿先去看看。快去吧，等会儿去为师的书房，为师继续教你医术。好的。白千墨迈着小短腿儿，兴奋地往秦若霜的房间跑去，香儿在后面吃力地追赶。母妃，我来了，有什么好事吗？墨儿，快进来，快来看看你的新衣服，喜不喜欢呢？秦若霜说着，打开了桌上的包袱，露出了白千墨设计做成的新衣服。快来换上试试，合不合身？哇，这么快就做好了，看上去还不错。谢谢母妃，我去试试。白千墨进屋，拿起最上面那一套衣裙，跑进母妃的卧房换了起来。
片刻之后，她穿着一身崭新的衣裙来到秦若霜面前。哎呦，我的女儿真漂亮，穿上这么漂亮的衣裙那就更不得了了，好看。墨儿，你可以抽空多画几张图纸，母妃拿去让裁缝做出来，等过了年找个铺子，选个好日子就可以开成衣铺了。多谢母妃。嘿嘿，我得去司徒敏面前嘚瑟一下，看看他喜不喜欢。去吧，把剩下的这2套也带过去。你不是想和司徒家谈生意吗？母妃，我就是这么想的。你要跟我一起去吗？好，母妃陪你去。走吧。小嬷嬷刚进门，司徒敏直接看呆了。这衣裙比成衣铺那价值100两的衣裙还要漂亮。司徒周也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白阡陌身上的衣裙，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八小姐，你这套衣裙哪儿买的？太漂亮了，我也想给我妹妹买一套。这裙子你可买不到，嘿嘿，是我自己画设计图，我父王和母妃找人给我做出来的。啊，太可惜了，这套衣裙我妹妹穿上也一定非常好看。有啥可惜的？你想要也可以找我买啊，不过现在没有现货，得等着现做。有啥可惜的？你想要也可以找我买啊，不过现在没有现货，得等着现做。那没问题，我要买一套和你身上一样的。我还有另外2套也是新做的，你要不要一起看看？当然要，在哪儿啊？在这儿呢。秦若霜将包袱递给司徒周，司徒周接过包袱打开，将衣裙拎起来一看，眼里满是惊讶。太漂亮了，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样式的衣裙，第一眼就让人移不开眼睛。八小姐，3套衣裙要多少银两啊？这3套衣裙的成本有点高，因为是为墨儿做的，所以用的布料是上好的锦缎。3套衣裙的布料呢，就花了180两，还没有算裁缝的工钱。你们司徒家设计布料生意，应该不难看出来这3套衣裙的布料及做工。你们觉得这3套衣裙值多少银两？3套衣裙应该不低于300两。没错，但是如果换成普通的布料，这3套衣裙的价格也不会太低，因为样式新颖，做工也不会差。司徒阁下，不知你有没有兴趣也掺和一下，做一笔生意？做生意，这个在下倒是很感兴趣。王妃娘娘，您能细说一下吗？实不相瞒，这3套衣裙都是本妃的女儿墨儿画的图做出来的。她说她还可以画更多的样式，然后做成成衣，开一家成衣铺。不过呢，如果只是京城一家，赚不了多少银子，但如果在别的城镇也开起来的话，那能赚的银子可就无法估量了。我家墨儿负责画衣服的样式，本妃和王爷呢会找更多的裁缝工匠批量做成成衣。我家墨儿负责画衣服的样式，本妃和王爷呢会找更多的裁缝工匠批量做成成衣。到时候你们只需要来京城取，拿到其他的店铺去售卖，赚取其中的差价，而且可以开多个铺子，但招牌只能是一个，和京城的招牌一样，售价一样。不知你们司徒家有没有兴趣啊？王妃娘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可招牌只能用一个，此话怎讲？本妃给你打个比方吧，假如成衣铺的招牌叫默默成衣铺，那京城的铺子呢，就叫默默成衣铺京城总店。你在提谷城开一家，就叫默默成衣铺提谷一分店，如此类推。哦，在下明白了，那价格要全部统一，就包括京城的店也一样吗？当然了，我们会把价格定好，你们拿成衣按批量价格拿，按定好的价格售卖，赚取其中的差价。我家墨儿把这2种价格取名为批发价和零售价。王妃娘娘，您这个想法够大胆，也特别新颖，真是女中豪杰，做生意的天才啊！了不起，了不起啊！
你夸错人了，这个想法也是我家莫儿想出来的。司徒父成功惊掉了下巴，差点脱臼了。司徒周和他的母亲直接实话，唯有司徒敏一脸崇拜。王妃娘娘，您说的这个生意在下很感兴趣，等敏儿身体痊愈，在下回提古城就开始准备铺子。骆九婴的书房里，白阡陌坐在骆九婴的身边，骆九婴一边抄医书一边教他认字。这样的话，医术和认字一起学，学起来就会快很多。骆九婴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白阡陌有些痛苦，这方法他得多久才能看完一本医书啊？可没办法，穿成了幼崽就必须从头学起，就当是复习功课了。摄政王和王妃也太宠爱义女了吧，居然给她做了这么漂亮又独特的衣裙，那布料可是上等锦缎，还配了一层纱，得是不少银两吧。啊，那种布料肯定贵，但我更想知道是在哪儿买的，还是哪个裁缝做的。没错，我也想知道在哪儿买的，有没有合适我穿的。白阡陌眼睛一亮，商机呀，能进宫参加宫宴的女人可都是不差钱的。得好好把握机会才是。哎呦，但我自己这小身板去谈生意，也没人相信啊。莫非好机会耶，咱们去和他们聊聊我的新衣裙如何？秦若霜和叶楚风对视了一眼，叶楚风温柔一笑，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秦若霜便牵着白阡陌的小手走向那些女人。白阡陌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呀，莫非这几个大姐姐好漂亮啊，她们都好有气质，像一群仙女下凡。莫儿啊，你眼睛没问题吧？这几个女人只能算得上是清秀，和仙女沾不上边呢。但表面上秦若霜却笑意盈盈。她们是很漂亮，要是再配上一套独特的衣裙，那就更完美了。王妃娘娘，免礼，本妃刚才听你们议论，想知道我家莫儿身上的衣裙是在哪儿买的，对吗？众女人忙不迭的点头。秦若霜笑了笑，我家莫儿身上的衣裙是王爷亲自找裁缝做的，而且样式呢也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你们现在在哪儿都买不到。不过本妃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等过段时间，本妃会以莫儿的名义开一家成衣铺，成衣铺里的衣裙都将是你们从未见过的样式。真的吗，王妃娘娘？那成衣铺什么时候能开起来呀？臣女一定要第一个去挑选。还有臣女也要去挑选。八小姐身上的衣裙真的又漂亮又特别，臣女要多挑几套。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呢，可能还得需要几个月，现在还没开始找店铺呢。啊，还要等几个月呀？好想今天就穿上漂亮又独特的衣裙啊！漂亮的大姐姐，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啊！漂亮的衣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出来的。看在你们真的漂亮的份上，我就偷偷告诉你们，成衣铺刚开业的时候，衣裙不会很多，要是去晚了，好看的都被别人挑走了哦。可现在你们连什么时候开业都不知道，我们就是想早早的去，也不知道该何时去啊。这还不简单吗？你们把你们的名字和住址写下来给我，店铺要开业之前，我给你们送去贵宾请柬，这样你们不就提前知道啦？这样好了，等过完年，你们自己写好送去摄政王府，等成衣铺要开业，王府就会给你们派送请柬。而且以后你们可都是我们家成衣铺的贵宾，只要出新样式的衣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保证最新的样式都是你们先穿。白阡陌和秦若霜在女人们感激的目光中离开，哪儿女人多，白阡陌就拉着秦若霜陪她去哪儿溜一圈，然后又开始推销新衣裙。哼，瞎了你们的狗眼，连九公主都敢撞，是活得不耐烦了吗？九公主，你没事吧？撞疼了吗？
九公主都哭了，能不疼吗？你家孩子撞的可是九公主啊，伤了九公主，齐妃可饶不了你们。明明是九公主跑太快撞上了我的女儿，你怎这般蛮不讲理？怎么，九公主自己撞了人是别人眼瞎，那要是九公主撞的是她的母妃几妃，也是她的母妃眼瞎吗？王妃娘娘，免礼。夫人，你没事吧？臣妇没事，多谢娘娘。秦若霜看向几妃的宫女，冷着脸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宫女，将军夫人也是你能训斥的，狗仗人势的东西。宫女低着头不敢吭声，除了宫里的那些个主子，她最惧怕的就是摄政王夫妻。把你身上的衣裙脱下来，快点儿，把你身上的衣裙脱下来。你有病吗？本公主让你脱衣裙，没让你给本公主看病。唉，你病得不轻。本公主根本就没有病，你胡说八道。没病你让我脱衣裙，我的衣裙碍着你的眼了。你身上这套衣裙本公主看上了，本公主能看上你的衣裙是你的荣幸，你还不赶快给本公主脱下来。去你姥姥的皮鸭蛋！看上我的衣裙我就要感到荣幸，还要赶紧脱下来给你。你以为你是公主，全天下的人都得关着你吗？凭什么？你给本公主脱下来，漂亮的衣裙都是本公主的。啪的一声，白切莫甩了九公主一个响亮的耳光。你敢打本公主？四皇神，他打我！你现在才想起来我是你四皇婶呐？九公主，你是来搞笑的吗？居然找我母妃告状，你应该去找你母妃告状才对呀。下一秒，白阡陌露出一脸可怜兮兮的模样，抱着齐若霜的大腿，扬起小脑袋。母妃，她抽我衣服，她要抢我的新衣裙。九公主停止哭泣，一脸懵逼地看着白阡陌。九公主，看到没有，这才叫告状，而且是要找自己的母妃告状。哼，本公主现在就去找母妃，你给我等着。笨死了，告状都不会。夫人，这是怎么回事？是九公主突然跑出来，我们躲避不及，她撞到了雪儿的身上，那个宫女就训斥雪儿撞了九公主。原来如此，这小九跟着他的母妃还真是跋扈惯了。不过几妃就是个护短的主，你们就跟着本妃，以免几妃找你麻烦。好，多谢王妃娘娘。只是今日得罪了几妃娘娘，恐怕几妃娘娘不会善罢甘休。没事，有本妃在，她不敢把你们怎么样。二姐姐，你真是笨呢，被人家撞了也不敢吭声，你只会窝里横吗？可她是公主。公主怎么啦？公主就可以蛮不讲理吗？又不是你的错，以后记住了，不是你的错就不要当缩头乌龟，任凭人家打骂都不吭声。母妃，有人打儿臣。什么？谁打你了？娘娘，是摄政王府的八小姐。八小姐？哼，她只是摄政王收养的义女，还真把自己当王府的千金了，敢打本宫的女儿，活得不耐烦了她。她现在在哪儿？本宫找她去。娘娘，她和摄政王妃在一起，在乾坤殿南边的小道上。摄政王也在，这么说，是他纵容那个小贱蹄子打本宫的女儿了。娘娘，是九公主看上了王府八小姐身上的衣裙，让八小姐脱下来，结果八小姐仗着摄政王妃在，二话不说就打了九公主。岂有此理！就算本宫的女儿看上那个小贱蹄子的衣裙，让她脱下来，作为九公主的四皇婶，
难道就不能跟九公主讲讲道理？九公主才多大，她懂什么？堂堂摄政王妃，居然纵容一个外人打本宫的女儿。走，带本宫去找她。母妃，那是儿臣的衣裙，一定是他把儿臣的衣裙偷走了。九公主的衣裙怎么会出现在别人身上？娘娘，八小姐身上的衣裙不是九公主的，奴婢确定九公主没有那套衣裙。那就是本公主的，就是本公主的衣裙，她怎么可能会有那么漂亮的衣裙？那就是本公主的，就是本公主的衣裙，她怎么可能会有那么漂亮的衣裙？带本宫去看看，要是九公主的衣裙出现在别人身上，哼，你知道后果。是，娘娘。母妃，那是儿臣的衣裙，让她脱下来还给儿臣。哈，我的衣裙什么时候成你的啦？那就是本公主的衣裙，一定是你偷走的。哎呦喂，我的个乖乖，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霸道的公主。好看的东西都应该是你的呗，别人就不能有？那就是本公主的，你给本公主脱下来。你真该吃药了。本公主需要吃什么药？你脑残，需要吃脑残片。几飞看向白阡陌，只一眼，他也被白阡陌身上的衣裙吸引，的确是好看又独特。他可以确定这不是九公主的衣裙，这么特别的衣裙，如果是九公主的，他绝对会记忆犹新的。嫣儿，不得无礼，那不是你的衣裙。那是儿臣的衣裙，就是儿臣的，那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漂亮的衣裙？儿臣才是公主，那套衣裙只能是儿臣的。闭嘴！别人的衣裙什么时候成你的了？母妃，您不是说所有好看的东西都应该是儿臣的吗？这套衣裙那么好看，就是儿臣的。你快点给本公主脱下来，你不许穿！白阡陌咬牙，忍着暴揍他的一顿冲动，就想看看几妃会如何处理。几妃娘娘，你就是这么教孩子的，还真是让本妃大开眼界呀！好看的东西都应该是九公主的，不知皇兄要是听到这话，会如何想？嫣儿，你给本宫闭嘴！本宫平时是这么教你的吗？八小姐身上的衣裙怎么可能是你的？那么小的衣裙你穿得了吗？母妃，儿臣就要那套衣裙。嫣儿，想要这套衣裙还不简单，让你母妃给你买就是了。不过得买比莫儿身上这套大点的，否则你可穿不了。九公主一脸期待地看着几妃。母妃，几妃娘娘，莫儿身上的这套衣裙也不算贵，才100多两银子，布料可是最上等的锦缎。要不你就给你家嫣儿订一套吧，半个月就可以做出来了。感觉哪儿不对劲了，咋就聊到定做衣裙呢？几妃娘娘，这宫宴也快开始了，咱们边走边聊吧。莫儿的新衣裙还有2套样式独特新颖的，我还特意给她带着一套，以免弄脏了没衣服换。我拿给你看看。是吗？快拿给本宫瞧瞧。等宫宴结束吧，衣裙我家老七那臭小子拿着呢，本妃保证你看了一定会喜欢。是吗？等宫宴结束，你拿给本宫看看，要是真如你说的这般好看，本宫就订2套。没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做大人穿的衣裙，样式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不知不觉中，几妃已经忘了自己要干啥，和秦若霜聊衣裙聊得火热。白阡陌一脸崇拜地看着秦若霜的背影。哇，姬妃不是来给九公主讨公道的吗？居然成功把姬妃带偏了，忘了来干嘛了。母妃好厉害啊！不过多一个仇人不如多一个客人，牛啊！九公主，你走开！哼，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九公主干架，要是惊动了黄伯伯，黄伯伯会很没面子的。走吧，
我带你去吃药。本公主不要吃药。白切墨眼珠子一转，嘴角勾起了一抹邪笑，小手缩进了袖子里，从空间里取出了一颗亮闪闪的纸包着的酸酸糖。这是什么？脑残片，剥开吃吧。他应该不会剥。白切墨干脆把糖纸剥开，直接塞进九公主的嘴里，口水打湿了酸酸糖，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口腔中蔓延开来。九公主呆住了。好好吃啊！脑残片不是药吗？怎么会这么好吃？好吃吗？好吃，这脑残片真好吃。还想吃吗？想。那还不快走？白切墨说完转身就走，心里都笑抽了，小脸憋得通红，快憋不住了。等等我！九公主赶紧跟上白切墨，她只想吃到更多的脑残片。怎么样，有收获吗？有收获还不小呢，等莫尔的成衣铺开业呀，生意应该会很好。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岁！皇伯伯，爸爸，这个小汉奸又开始巴结皇兄了。哇哦，皇伯母，您和皇祖母今天好漂亮啊！突然被白切墨夸赞的皇太后愣了一下，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白切墨眼睛一亮，今天这彩虹屁太对了。皇祖母，您今天真漂亮，气质优雅。糟糕，太渴了，臣女找不到形容词了。小机灵鬼儿。嘿嘿，皇祖母，臣女给您捶捶腿。白切墨说完，伸出小手捏着小拳头开始捶太后的大腿。叶楚风嘴角一抽，这小汉奸严重漏风了。太后微微一笑，将白切墨抱了起来，放在自己身边坐着。不用捶了，好好坐着看表演吧，表演要开始了。白切墨乖巧地坐在太后身边，眼睛盯着舞台中央，脑子却神游太虚了。宫宴的那些节目他本来就没什么兴趣，看着就想打瞌睡。此时的他脑子里正在想着裙子的款式，仿佛脑子里有铅笔和白纸，正将他想到的款式画下来。大殿中乐师奏乐的声音和文武百官及家眷的叫好声都没有让白切墨回神，继续保持一个动作一动不动，脑子里努力画着设计图。好一会儿之后，太后才发现白切墨的不对劲儿。丫头，墨儿丫头。白切墨猛然回神。皇祖母，怎么啦？你怎么回事啊？一动不动的，本宫都叫你好几声了。皇祖母，臣女在想着给您设计一套特别的衣裙，一不小心就入神了。皇祖母，您看臣女的衣裙好看吗？好看。皇祖母，这个衣裙是臣女自己画出样式来，母妃找裁缝给臣女做的。臣女刚才就是想着给皇祖母画一套特别漂亮的样式，然后让裁缝做出来。你自己画的？那是臣女自己画的。你不是学医吗？怎么又研究画衣裙样式了？臣女跟着师傅学完医术才画的，不耽误学医。这天赋到底是随了谁呀？好，那皇祖母就等着你给本宫画一套。皇祖母，您就等着瞧吧，臣女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2个时辰的宫宴，白切墨啥也没看，表演了啥他都不知道，宫宴就结束了。这宫宴呢，每年都是如此，除了歌舞就是琴棋书画，一点新意都没有，本宫都看腻了。小丫头，走吧，回去吃年夜饭。皇祖母，您怎么啦？白切墨手指迅速地搭上了太后的脉搏，凑近太后观察她的脸色。太后脸色苍白，额头上已经开始冒汗，
而且太后的脉搏跳动过快，这是低血糖的症状。太医，孙太医何在？本宫没事，只是有些饿了。白千墨将手缩进了袖子里，从空间里取出一块巧克力，偷偷将外包装撕开，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巧克力塞进太后的嘴里。皇祖母，臣女有糖，您吃点糖就好了。太后下意识地嚼了几下，丝滑香软、细密、柔软又香甜的口感充斥着她的口腔，瞬间让她的味蕾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不用看了，本宫已经缓过来了，回去传膳，本宫都饿了。母后，桌上不是有菜吗？您怎么不垫一垫？那些菜本宫看着都没有胃口。所以您老人家宁愿饿得站不稳，都不愿意先垫一口？不至于吧？应该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母后，还是让孙太医给您把把脉，否则儿臣也不放心。皇伯伯，皇祖母是气血不足，平时不能饿肚子，随时备点糖在身边，下次难受的时候吃点糖就能缓解了。你知道？皇伯伯，您忘了臣女也是学医的啦。别闹，你才学了几天，还是让孙太医把把脉，朕才放心。太后无奈，只好伸出手给孙太医把脉。片刻之后，孙太医瞪大眼睛，一脸不可思议的道：郡主居然会把脉了，这也学得太快了吧？孙太医，此话何解？皇上，天才呀！郡主就是个医学天才呀，学医才1个多月就会把脉，却诊断无误。太后娘娘就是气血不足。母后没事就好。走，回去传膳，吃年夜饭去。小丫头，你给本宫吃的是什么糖啊？还挺好吃的。还有吗？有是有，但我不能拿出来呀。没有了，臣女就只带了一小块，你要是喜欢，臣女下次多给你带几块。这么小气呀，就只给本宫多带2块？这么小气呀，就只给本宫多带2块？嘿嘿，带多多的，甜到皇祖母心里。不过皇祖母，这种糖吃多了不好，容易上火，吃太多还容易长肉肉。哎呦，好一句甜到皇祖母心里。有你这句话呀，皇祖母不吃糖心里也甜了。皇祖母，您最近是不是胃口不太好？是啊，天天都是那些油腻腻的菜，看着都没有胃口，都吃腻了。那你想吃什么？可以让御膳房给您做呀。本宫也想不出来想吃什么，感觉什么都不想吃。让臣女想想，明天弄点什么好吃的给皇祖母开开胃呢？小八妹，你还有脑残片吗？我想吃。杨妹妹，这是可以当着黄伯伯的面说的吗？哼，这下完了，把自己玩死了。什么脑残片？朕怎么听着这玩意儿就不是啥好东西？父皇，脑残片是很好的东西，很好吃的。你真是个脑残，能不能别说啦？脑残片字面上的意思，不就是脑袋残疾吗？哦，什么样的脑残片啊？木耳丫头，拿出来给朕瞧瞧。没有啦。皇伯伯，臣女知错了。给朕说说，你给他吃了什么？又为何告诉他那是脑残片？